有人在山林中与烦恼搏斗，有人在血流成河中寻找解脱。一个杀了1000人的杀人狂魔，为什么成了圣者？他们的命运被同一个人改变，那就是佛陀。到了第13个雨安居时，当时佛陀的侍者是弥西尊者，他们一起住在遮利迦山。世尊，我准备去占度村乞食。去吧。托钵结束后，弥西尊者沿着河岸行走，那有一片茂密的芒果园，枝叶繁茂，寂静清幽，连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都格外舒缓。哇，这地方简直是最好的修行场所。要是佛陀允许，我想在这里用功。于是他向佛陀报告了自己的想法。弥西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等我找到适合的侍者，你再去专修好不好？世尊，你已经圆满觉悟，没有需要再完成的目标，可我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，请您允许我去吧。你容我几天时间吧。世尊，我真的想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努力，请您成全。弥西尊者再三请求。既然你一直说着要努力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你自己决定吧。于是弥西尊者告别了世尊，来到了芒果园。他迫不及待坐下来修行，很激动，但各种杂乱的念头不断冒出来，有时想着世俗的欲望，有时升起对他人的恶意，甚至会有伤害别人的念头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放弃了在家的生活，一心出家，专心修行，怎么会被这些烦恼缠绕？怎么就断不了呢？不行，我要迎难而上。但是越着急，他越是静不下来，一直到傍晚，他才垂头丧气地回到佛陀身边，报告了自己的经历。弥西，你不用自责。当你的心还没准备好解脱，还没成熟时，只要准备好5个条件，就能让心慢慢成熟。哪5个条件呢？第一个，要有善友、善伴侣，和走在正路上的人同行，心才不会走偏，这是让心成熟的第一步。第二个，要好好持戒，遵守戒律，用戒律保护自己的行为和心念，哪怕是微小的过错，也知道警惕，认真学习并遵守每一条规定。第三个，要多听、多思考那些能让人放下烦恼、远离障碍的话题，比如少欲知足、独居静心、努力精进，还有关于戒定慧和解脱的道理。第四个，要积极断除不善法，努力圆满善法，要有坚定的毅力，不轻忽善法的修持。你尚未达到完全解脱之前，这非常重要。你不能坐等顿悟，而要主动有力的去实践。第5个，要有智慧。这智慧不是普通的知识，是能看透世间的无常生灭，知道无常败坏随时都在，这能指引你灭尽烦恼，到达涅槃。只要有了善友、善伴侣，后面的持戒、闻法、精进、智慧自然会慢慢提升。有善友引路，就像在黑暗里有了灯，不会迷路。等你把这5个条件准备好，还要再进一步修4种针对性的方法，针对性解决你的问题。要是贪心冒出来，就修不进关，看清一切事物的本质，不再被欲望迷惑。经常修慈无量心，心里想着愿一切众生安乐，散发慈心。要是嗔心升起，修悲无量心，心里想着愿一切众生离苦，让善意代替恶意。要是杂念太多，心定不下来，就修观呼吸，专注观察自己的呼吸，让心跟着呼吸平静下来。要是总是自以为是，充满傲慢，就修无常想，看清一切事物都在无常变化，没有一个永恒的我。一旦你明白了五蕴非我，傲慢就会逐步去除。当你烦恼完全断除的时候，就达到了涅槃的境界。那些微小的念头、细碎的杂念会牵着心意四处飘荡，像没记住的风筝，随风吹向不定的方向。要是看不清这些念头的来去，认不清心意被牵着走的模样，那颗迷乱的心就会在不同的境界里跑来跑去，被困在轮回里，不得安宁。但能看清这些念头，觉察心意动向的人，会带着精进的心，守住正念，约束自己的身心，不被杂念带偏。觉悟的人能把这些牵着心意飘荡的杂念彻底舍弃干净，一点也不留下，从此心无挂碍，得大自在。弥西尊者的问题是心未成熟，
而在恒河的另一岸，一个更狂乱的心正要堕入地狱。人们叫他芷蛮。恭喜大人，夫人生了个公子，瞧这模样，将来一定能光宗耀祖。快去请全城最有名的相师来，我要给我儿占相，看看他的将来。没过多久，仆人把婆罗门相师请来。相师轻轻摸了摸婴儿的额头，又看了看婴儿的手掌、脚掌。大人，恭喜啊！这孩子真是世间罕见，将来必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不仅聪明过人，能言善辩，德行更是远超常人，绝对是栋梁之才。哈哈，多谢您吉言。既然如此，还请您为小儿取个名字，不知可有主意？敢问大人，夫人怀着孩子以来，可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事？说起这个，还真有。我夫人以前性子不算温和，有些急躁，对人也不够宽容。可自从怀了这孩子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说话做事都恭敬柔顺，总爱说别人的好处，看到受苦的人就心生怜悯，连别人的过错都不愿多提。大人可知，这正是孩子的意志在影响啊。他自带善念，连母亲的性情都能感化，不如就叫无忧。愿他此生无烦无忧，更能给身边人带来祥和。好，这个名字好，就叫无忧。无忧渐渐长大，成为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了。我儿不仅相貌出众，这力气这身手真是无人能比，将来定能大有作为。尊者，这是我儿无忧，他虽年幼，但还算有些聪明。我希望他能跟随您修学吠陀智慧。辅相不必客气，此孩子眼神清亮，定是可塑之才。无忧果然非常聪明，而且很勤奋。别人需3年精通的吠陀典籍，他3月便能融会贯通。婆罗门对他格外看重，每次去恒河沐浴、参加城邦祭祀，都让他随行。同学们也常围着他，求他讲解吠陀里的晦涩章节，连路过的沙门见了，都称赞他的博学多才。无忧渐渐成年，才貌双全，远超过其他学生。他的师母渐渐对他产生了爱慕，日夜都想与他亲近。但苦于无忧经常和老师同学在一起，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尊者，我家准备了供养，想请您和各位弟子到家中修行受供，还望您应允。好，我明天早上带人一起过去。夫君，你外出受供，府里的事不能没人照料，料理家事需要细心又能干的人。无忧向来聪明，不如让他留下打理府中事务。可以。无忧，我带弟子们去施主家受供，这2天府里的祭祀、采买、账目就全托付给你了。师父放心，弟子定当尽心照料，不负所托。次日清晨，婆罗门带着弟子们出发，无忧站在府门前相送，看着队伍渐渐远去，转身回到府中，开始整理祭祀用的檀香与鲜花。无忧，这吠陀经里有一段，我总是不太懂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师母，弟子正在整理府中账目，若您有疑问，待弟子忙完，会请师父为您讲解。弟子不敢造次。师母端上他刚做好的甜奶。你先别干了，和我聊聊天。这是我刚准备的甜奶，你尝尝。多谢师母美意，弟子不便接受。师母故意把甜奶打翻，洒在了无忧身上。哎呀，都怪我不小心，我帮你擦擦。师母不必麻烦，弟子自己清理即可。无忧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自从你来到府中，我日夜都在想你。这次让你留下，也是我特意请求的。如今家中只有我们2人，你就不能遂了我的心愿吗？师母，凡制规矩中，不淫侍妻是根本戒律。若弟子违背，便不配做婆罗门弟子。学生宁可死，也绝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师母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她猛地转身，摔门走进内室，留下无忧独自站在庭院中。无忧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继续干活。完成1天的工作后，他就回家了。
师母在内室里猛地扯下头上的象牙梳，狠狠撕破纱丽的披肩，又用指甲用力抓伤自己的脸颊，衣服上撒上尘土，头发散乱，蜷缩在角落。婆罗门带着弟子们回到府中，刚进门就隐约听到哭泣声，他连忙推门进去，看到师母的模样，大惊失色，快步上前蹲在她身边。夫人，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是谁欺负你了？夫君，你别问了，我没脸说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告诉我。是无忧，你走后，他就来纠缠我，我不肯顺从，他就扯破我的衣服，抓伤我的脸。你那么看重他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啊？岂有此理！婆罗门正想发火，但想到无忧是府相的儿子，而且文武双全，他强压了怒火。第二天，婆罗门独自带着无忧来到祭坛，他拿着一把刀，开始诵咒，声音低沉诡异。无忧，你是我最得意的徒弟，我有一秘法，现在单独传授给你，能让你7日即升梵天，你要学吗？师父请讲，弟子要学。你只需在7天之内，用这把刀杀1000人，并且各取他们的一根手指，把手指穿成项链挂在脖子上，梵天就会降临。尊者，吠陀经中说不杀生乃最高善业，杀1000人求梵天，这不合正法啊！你若不信我，便是违背师道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的弟子，速速离开城邦。突然间，无忧变得麻木凶狠，他提起刀就冲了出去。他每杀一个人，就用刀砍下一根手指，串成项链。无忧的杀戮让整个舍卫城陷入恐慌，人们躲在屋内，用木板挡住门窗。城邦的巡夜人都不敢上街，他身手敏捷，神出鬼没，连抓捕的士兵都找不到他，反而被他杀了好几个。大家开始叫他指蛮，传言他是夜叉转世，连恒河的水都因他的杀戮而变浑浊。到了第7天，曾经的无忧，现在的指蛮，已经杀了999个人，收集了999根手指，就差最后一个了。但人们都躲了起来，他找了好半天，也找不到一个人，只好在芒果树下等待。无忧的母亲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好儿子，突然就发了狂，成了杀人狂魔。于是他带着一篮子食物出来寻找无忧。即使无忧真的发了狂，他相信自己能感化儿子。无忧，快吃点东西吧，你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。妈，我差一根手指就满1000根了。你既然爱我，就让我杀了你，你祝我升梵天吧。你这畜生，连妈妈也要杀吗？妈，师父命我7天之内杀1000人，现在时限已到，就差最后一个人了，我再也找不到人了。是非得已，只好杀你了。孩子，我可以给你我的手指，但求你别杀我。就在这时，佛陀拖着钵出现在无忧面前，无忧就放过了母亲，提着刀朝着佛陀飞奔过去。佛陀看无忧追过来了，就缓步走开。无忧曾经追杀过马兵、象兵，但始终追不上这个步行的沙门。沙门，站住！我早已站住不动了，是你在狂奔。我明明在追你，你怎么说你站住了？你看这恒河，水流不息，我的心如恒河，虽在世间行走，却不被贪嗔痴扰乱。你却被邪师迷惑，杀1000人造业，若在杀母，便永堕地狱。我的心住于涅槃，你如何能追上我？突然间，世尊恢复真身，32相耀眼金光，周围的沙滩上突然开出白色莲花。无忧突然从咒语中清醒了，想起婆罗门最初教他的善法，泪水瞬间涌出。他跪在沙滩上，将颈间的指蛮扯下，扔下屠刀，五体投地。尊者，我知罪了，求您渡我脱离恶道。佛陀带着无忧回到了祇园精舍，没多久，无忧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当然，很明显，这段出自《咸鱼经》指蛮的故事，掺杂了大量神话。真相是什么呢？居萨罗国境内有一劫匪，他杀人越货，连10几人同行的队伍都逃不过他的毒手。因为恐惧，百姓就添油加醋，形容他以杀人为乐，还把手指串成了花环戴在脖子上。当然，他并不是府相的儿子，没有传说那么厉害，也没有杀掉999个人。
佛陀的确也在山林里遇到指蛮，佛陀安详镇定的气场吸引了他，也镇住了他。指蛮也非常敬佩这位临危不惧的比丘，所以他真的放下屠刀出家了。佛陀也不是靠放光动地降服了指蛮，即使是劫匪，他也是人，也有柔软的一面。佛陀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，说了正确的话。佛陀没有用神迹降服他，只是用他的语言和气场唤醒了一个人沉睡的善心。有好几位观众也曾经给我发消息，说感谢我的这些视频，在他们人生的低谷时帮助了他们。视频一直在那里，只是你关注了正确的人，在正确的时间打开了正确的视频，要谢谢你自己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瞬间，当你听见那句停下来，也许就能重新开始。就这样，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狂成了佛陀的弟子。但即使出家为僧，他的路也并不平坦。指蛮之后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？我们下集再讲。你更喜欢咸鱼经里的版本，还是中部经里的记载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